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，或许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真实？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星辰、地球，甚至身边的一切，会不会只是某种更深层结构所投射出来的幻想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背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？今天，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宇宙中最神秘的存在——黑洞。黑洞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毁灭与恐惧的代名词，它那无比强大的引力，连光都无法逃脱，只要踏进它的边界，也就是所谓的事件世界，所有物质与能量都将消失无踪，仿佛掉进了无底深渊。然而，科学家们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却发现，黑洞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神秘，它不仅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吞噬者，或许同时也是宇宙中最大的储存器，甚至有可能是投影机，将一切的现实展演给我们。这样的说法，乍听之下像是科幻小说，但其实背后有着严谨的物理推导。上世纪，物理学家霍金提出黑洞会蒸发并释放出辐射，这意味着黑洞并不是完全沉默的怪物。接着，更多理论物理学家进一步发现，黑洞的事件世界可能像是一块储存资讯的二维薄膜，将所有落入其中的物质资讯记录下来，而我们三维世界的存在，有可能就是这些二维资讯的展现。这个概念就是著名的全息原理。想象一张普通的全息照片，它只是一个平面，但当光线投射在上面时，我们却能看到立体的三维影像。同样的，黑洞的事件世界就像那张全息照片，储存着宇宙的一切讯息，而我们所现的三维世界很可能就是由这些编码投射而成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现实或许并不是真的立体，而是源于一个更高维度的幻想。这里就引出了最惊人的思考，既然物质世界可能只是幻想，那么我们的意识到底来自哪里？难道它仅仅是大脑神经元的作用？还是说，我们的意识其实存在于黑洞之中？我们所体验到的思考、感受与记忆，只是这股更高维意识透过量子纠缠，投影到我们的三维肉身世界中。或许，黑洞并不是单纯的毁灭，而是宇宙的核心资料库。它不仅保存着万物的资讯，还可能是意识的源头。我们每个人就像是在一场巨大的投影之中扮演自己的人生角色。当我们仰望星空，以为自己在探索宇宙时，也许真正的我们其实早已在黑洞的深处注视着这一切。如果我们的世界只是幻想，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在科学领域，有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理论，名为全息原理。这个概念最早由荷兰物理学家杰拉德特·胡夫特提出，之后由美国物理学家里奥纳特·瑟斯金进一步发挥，并与阿根廷物理学家胡安·马尔达西纳的 SCFT 对应理论互相呼应。简单来说，它告诉我们，三维的宇宙可能其实只是二维的投影。你可以想象，在一张全息照片上，资讯是以二维的方式被储存的。但当光线打上去时，投射出的影像却是立体的三维物件，这正是全息的特性。立体的幻象源自平面的资讯，而在宇宙尺度上，这个二维的平面很可能就是黑洞的事件世界。事件世界就像是一道边界，所有掉进黑洞的资讯，无论是恒星、行星，甚至光子，都会被压缩在这个边界上，不会真正消失。这个发现正好回应了霍金当初提出的黑洞资讯悖论。如果资讯真的在黑洞里消失，那么物理定律将不再成立。然而，全息原理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：资讯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被转化，被记录在二维的边界，然后投影成我们的三维现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宇宙，可能只是一个投影影像，它的真实本质不在我们感受到的三维空间里，而是存在于更高维度的资讯场。这听起来就像是电影《骇客任务》中的虚拟实境，只不过这并不是人造的电脑模拟，而是宇宙本身的运作方式。那么，在这个全息宇宙中，我们人类又扮演着什么角色？有趣的是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像是一台解码器，不断接收与翻译这些二维资讯，把它们还原成我们熟悉的三维体验。当我们触摸物体、感受情绪，甚至回忆过去，其实都只是对这些投影资讯的读取。这样的观点
彻底颠覆了传统对现实的理解。如果一切只是投影，那么真实与幻象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。正如同古老智慧里所说的世界如梦，现代科学竟然也用全息原理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当我们走到这里，问题变得更加深刻。如果世界只是黑洞事件世界的投影，那么我们的意识究竟属于哪一层？我们是幻象的一部分，还是投影的源头？会不会其实我们的意识存在于黑洞内部，而这具身体与三维世界只是一时未了体验所投影的舞台？这个思考正为我们开启了下一个探索方向：意识与黑洞的可能连结。也许黑洞并不是单纯的物理天体，而是宇宙中最深层的意识之源。当我们谈到黑洞与全息原理，似乎总停留在物质与资讯的层面，但真正最耐人寻味的问题是，意识究竟与这一切有何关联？如果我们的世界是黑洞投影的幻象，那么我们的意识是否也是来自于黑洞深处？传统科学常常把意识解释为大脑神经元活动的副产品。当数以百亿计的神经细胞彼此放电，释放化学讯号时，意识便自然浮现。然而，这种说法始终无法真正解释主观体验。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痛苦、快乐？为什么会有梦境与想象？意识似乎超越了单纯的物理运作。这时，黑洞与量子力学的神秘特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。量子纠缠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，两个粒子即使相隔遥远，也能瞬间共享资讯，仿佛它们并不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，而是连接在某个更高维度的场域。这与全息原理的精神相符。我们的现实也许正是由更高维度的资讯场投影下来。那么，是否有可能，我们的意识本源就在黑洞内部？我们的大脑只是用来接收与翻译这份意识讯号的装置，就像是一台收音机，能够接收早已存在于空中的无形电波。真正的灵魂与自我意识则储存在黑洞深处，透过量子纠缠投影到这个三维世界，形成我们的日常体验。这样的想法并不只是天马行空，许多物理学家与哲学家都曾提出过类似的假设。例如，当科学家探讨黑洞防火墙悖论时，发现黑洞表面似乎能同时保存资讯，又与外界保持量子纠缠状态。这意味着黑洞并不是彻底隔绝的，而是与宇宙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连结。而这种连结会不会正是意识运作的机制？换个角度来想，我们每天的思考与感受会不会并不是由大脑产生，而是由黑洞下载？大脑只不过是一台量子电脑，负责处理投影到我们这里的意识讯息。当我们做梦、冥想，甚至进入死亡的状态时，这个投影可能会暂时中断，让我们更接近黑洞内在的真实。这样的观点也与许多古老智慧遥相呼应。古印度哲学提出阿特曼、自我灵魂与梵、宇宙意识是一体的，只是被肉身与幻象遮蔽。而现代科学提出的黑洞意识假说，似乎正提供了一种科学语言来诠释这份古老的智慧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我们所谓的自我并非孤立的存在，而是所有意识都共同连结在黑洞深处，像是一个巨大的意识之海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从这片海洋中分出的水滴，透过投影的方式来体验不同的生命旅程。那么，当我们死亡时会发生什么？或许答案并不是消失，而是回归，回到黑洞深处的意识源头，重新与整体合一。这样的思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生命与宇宙的理解。如果意识的根源真的在黑洞之中，那么整个现实世界会不会仅仅是一场为了体验而设下的幻象舞台？而黑洞或许正是幕后的投影机，将我们每一个灵魂的故事投射在这个宇宙的银幕上。如果意识真的与黑洞息息相关，那么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是否也仅仅是一场幻象？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的思辨，更早已出现在古老的智慧之中。在古印度的哲学体系里，有一个概念被称为摩耶，摩耶代表的就是幻象或面纱，它遮蔽了我们对真实的理解，使我们误以为眼前的世界就是唯一的现实。
但在更高的层次上，一切不过是一时的投射，而现代物理学中的全息原理与这种古老的智慧竟然出奇的契合。我们的三维世界或许正是一场由黑洞表面投影出来的宇宙幻境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一生其实就像在一场沉浸式的电影体验中，我们全情投入，哭、笑、悲伤、奋斗，却几乎忘了自己其实只是观众，而这部电影的放映机可能正是黑洞。它不仅保存了所有的资讯，还将一时的光束投射到三维空间，让我们以为这个舞台才是真实。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：如果现实只是投影，那么我们的选择是否也早已被编码？还是说，我们的意识能够干预投影的方式，让幻象随着我们的意志而改变？从量子物理的角度来看，观测者的确会影响实验的结果。量子叠加态告诉我们，粒子在被观察之前，同时存在于多种可能性之中。一旦观测发生，波函数才会坍缩，选定某一种结果。换句话说，意识不只是被动接受现实，而是主动参与了现实的生成。这与黑洞投影的假说形成呼应。我们不只是幻象的观众，同时也是幻象的共同创造者。那么，是否可以这么理解？黑洞就像一台宇宙投影机，提供了所有潜在的剧本，而我们的意识则是决定这部电影该如何发展的导演。我们所现的现实，便是投影与意识交织的结果。这种观点既解释了宇宙的物理结构，也赋予了人生深刻的意义。从灵性角度来看，这样的推论再一次印证了心即宇宙的思想。许多修行传统都指出，世界的本质并非客观存在，而是心灵的投射。你所看见的世界正反映出你的意识状态。当你改变内在，外在的投影也会随之变化。这正如同全息照片改变光线的角度，投影的图像也会不同，而黑洞的全息投影也可能在更宏观的层面上遵循同样的原则。因此，我们所谓的现实，或许只是一种高度精致的幻象。它既真实，因为我们身心都能感受，又虚幻，因为它的本质不在三维，而在更高维度的意识源头，就像梦境一样。当我们身处其中时，会觉得一切无比真切，但当我们醒来，才会恍然大悟，那不过是一场梦。或许死亡就是另一种觉醒，让我们从这场黑洞投影的幻境中醒来，回到更高的实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一切真的是幻想，我们是否还需要去追求成就、财富，甚至权力？还是说，真正的重点在于体验与觉察？因为幻想并不意味着毫无价值，相反的，它是一个舞台，让我们的意识能够探索、成长与进化。当你再一次抬头仰望夜空时，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，这些闪烁的星辰，这个无边的宇宙，会不会只是一个巨大黑洞内部的光影投射？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共同编织这场宇宙幻梦。当我们回顾这段探索旅程时，或许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论：黑洞并不只是吞噬一切的怪物，它更可能是宇宙最深层的秘密储藏室。它保存着所有落入的资讯，甚至有可能将这些资讯投影成我们所现的三维世界。而我们的意识或许正与黑洞息息相关，不是被动的产物，而是黑洞深处的真实存在，借由量子纠缠映射到这个幻象般的现实中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死亡的意义也将彻底改变。它并不是消亡，而是回归。当投影结束，我们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回到那个更高维度的意识源头。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临终体验中，人们描述自己感觉到回到光之中，感觉到一种合一与圆满。这光会不会正是黑洞深处的本源？于是，现实世界便不再只是我们被迫承受的舞台，而是我们共同参与创造的体验场。就像一场梦境，虽然是幻想，却能带来真实的感受、学习与成长。而最终，我们都将醒来，带着这些经验，回归更宏大的自己。但故事并不止于此。假如黑洞是宇宙的入口，那么是否存在出口？物理学家早已提出一种大胆的推测：黑洞的对应物叫做白洞。如果黑洞负责吸收与储存，那么白洞就像是另一端的出口，将资讯与能量释放到另一个宇宙或另一个维度。这意味着，我们所谓的终点，
也许同时是另一个世界的起点。而在黑洞与白洞之间，是否可能存在着神秘的虫洞？它就像一条捷径，能够让一时、物质甚至整个灵魂穿越时空的界限，抵达另一个现实。这样的假说不仅存在于理论物理中，也出现在无数神话与灵性传统里。或许这些传说正是人类潜意识中对宇宙真相的隐约记忆。所以，当我们问自己，黑洞究竟是毁灭还是源头？答案或许是两者兼具，它既是终结，也是开始；既是幻象的投影机，也是一时的归宿。真正的奥秘，也许不在于黑洞如何吞噬，而在于我们如何觉醒，去理解自己与它之间的连结。在下一集，我们将更深入探讨，如果黑洞并不是终点，那么白洞与虫洞会不会是另一扇大门？它们是否才是通往平行宇宙或灵魂归处的通道？这将带领我们走向更令人屏息的未知领域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